即使肚子已经快要爆炸，我依然还要不停地进食。为了种族的昌盛，我甘愿画地为牢，将自己吊挂于巢穴顶部，一生一世。我叫蜜冠蚁，是一种生活在北美洲的蚂蚁。这个圆润饱满的腹腔是蚂蚁王国的粮仓，也是束缚我一生的枷锁。人类总夸蚂蚁勤劳，却不知我们只是被基因奴役的木偶。在这个以信息素编程的社会里，我们不需要名字，不需要情感，甚至不需要完整的躯干。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工作，但却完全丧失了感情，甚至没有一丝娱乐。劳作、食物、繁殖后代就是生命赋予我们的全部使命。自出生之日起，我便失去了自由。在我婴幼儿时期，工蚁姐姐们会轻推我柔软的白色躯体，往我嘴里塞进带着露水的新鲜花蜜。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族群里最畸形的存在。第3次蜕变后，我被带到了储蜜室，在那里我看到了上一代储蜜蚁的遗骸，它们干瘪的腹腔像被踩烂的石榴皮，倒挂在巢室顶上，风干硬化。工蚁们轮流将蜜露反刍进我的食管，这种嘴对嘴的投喂会一点点地将我的肚子喂大。一旦我的外骨骼被撑开，我就会被像气球似的悬挂在屋顶。但就算这样，我依然还要不停地进食，再吃一口，为了王国。他们用信息素反复强调着这一指令，熬牙钳制住我企图挣扎的截肢。我的消化道被改造成透明的储蜜囊，内脏挤压到胸腔。3个月后，我的身体已经变成葡萄大小的琥珀色圆球，半透明的腹腔里晃荡着3倍体重的蜜汁。倒挂在巢穴穹顶的黑暗中，我能感受到整个族群的重量。在动物界中，食物是紧缺资源，我们每天都要为寻找食物而拼命努力，但不是努力就会有收获。特别是像我们这种生活在干旱地区的灾民，完全就是靠天吃饭。老天爷赏脸时就能吃一顿饱饭，若是老天爷不赏脸，那就只能挨饿。每当大雨过后，植物会分泌出丰富的花蜜，这对荒漠里的动物而言，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美食。工蚁们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，卯足了劲地收集花蜜。然而，我们没有陶罐来保存这些宝贵资源，因此以后每年都会在它上一个后代中选出一批个头最大的新生儿，将它们改造成活体蜜罐。正所谓家中有粮，灾年不荒。等待旱季来临，兄弟姐妹们就会爬上我的身体，用触须敲击我薄如蝉翼的腹部。这不是抚慰，而是开饭的信号。他们的口气刺入我身体时，就像人类用吸管喝饮料般娴熟。当最后一滴蜜露流尽时，便是我魂归尘土之时。然而，相较于自然的消逝，人类的残忍更让我们绝望。在当地人眼里，蜜罐蚁是美味又营养的糖果，他们无情地揪掉我们的头颅，然后像吃葡萄一样放到嘴里，一口咬下，满嘴爆浆。但要是你在墨西哥看见卖蚂蚁葡萄的，可千万别买，那甜味里掺着的是300多个日夜的煎熬和苦楚，真的不好吃。